什么？别瞎喊！我还是花花大闺女嘞，碰瓷也没有这么碰的呀！那姐姐，叫姐姐先年轻，既然活过来了，就好好长着，别动不动就哭给我看，怪吓人嘞。姐姐别走。师姐，手给俺。这是杀人的手，太凉也太硬，别冰着这丫头。刚去后厨热了青木牛奶，能安神。这种灵材给我喝浪费了，我的经脉是断的，存不住灵气。我是天一阁弃徒，当年被逐出师门时，为了斩断阴管，自毁了3成经脉。谁让你存灵气了？这是夜宵。再说了，师姐你刚封了那么大一个文章，这可是力气活。全修真界大概也就只有这丫头会把天罗地网教成文章。而且啊，师姐的手可巧了，以前俺总担心睡觉被人偷家，或者大黄半个夜跑丢了，现在好了，有了师姐这层网，连风都吹不进来。文之，离那些珍贵的法衣别给划坏了，只有小师妹当成了守护家的篱笆。真的巧吗？二师姐，你就是咱峰里顶梁柱，这安全事儿还得靠你。好喝不？糖放多了，日子太苦，得多加点糖嘛。这就是家吗？给这座山织个套子，似乎是我这辈子做过正确的一件手工活。行了，别忙活了，回去睡吧，今晚谁也进不来。中嘞，师姐你也早点睡。对了，师姐，你能不能用你的线帮俺切点面条？大师兄切的总是不够细，哪能切割虚空的天蚕丝切面条？这要是让天一阁那群老家伙知道了，估计能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知道了。你再说一遍。恢复师，绝头毒确实投放成功了。你自己看，那是杂役封的位置，红的发紫了，你管这叫生效？不知道的还以为那是某位大能刚埋下的灵脉。那片土地像是饿了很久，突然吃了一顿大餐。这是阵法记录的波纹转化图，您请过目。这不可能，就算是传说中的西圣，也做不到这种变态的转化。这是用来汇报宗门覆灭和医保出事这种大事的。为了几根萝卜和一块兔，你懂个屁！这可不是几根萝卜的问题，这是变量。现在的灵石体系是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基础上的，要是资源不再稀缺了呢？江诺，希望你只是运气好捡到了什么宝贝，而不是真的能颠覆这盘棋，不然，那你面对的可就不是邱鹤龄这种蠢货了。有点意思，逍遥宗分部传来的数据溢出了，赵无极那个蠢货只看到了毒药失效，毒药失效算什么？那是丹鼎月该头疼的事。真正可怕的是这个产出比。这不是种地，这是在砸商盟的锅。来人，就算大人，把逍遥宗那个叫江诺的档案调出来。是，早在萝卜汤事件时，我们就建立了初级档案，当时评级为D级，档案很详细。把评级改了，上调至 B 级。B 级，大人，那可是市场扰动员的级别。我的算盘告诉我，他的投入式灵这种东西，要么是骗局，要么是神迹。是否启动清疏程序？如果是骗局，杀了他就是帮丹鼎阁擦屁股；如果是神迹，杀了他，那背后的神谁来对付？你吗？传我的令：第一，封锁关于逍遥宗的所有消息，别让其他几家大势力这么早反应过来；第二，把我们在丹鼎阁的所有空丹平仓，反手建仓做空。邱鹤龄要倒霉了。第三，让金童去一趟逍遥宗。金童大人，可是他正在东海鉴定龙宫遗宝，让他立刻放下手里破烂，滚去逍遥宗。我要他亲自去看看那地里长出来的萝卜到底含着什么东西。属下领命。江诺，我这把算盘，哪怕算珠崩尽，也要把你算得明明白白。这就是那个 B 级风险点，好冲的升级。鉴宝开始。啥东西掉下来了？这年头还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太多了，根本吃不完。大黄刚才都跟俺抗议了，说他再吃萝卜就要变成兔子了。大黄，不能挑食，这可是好东西，外头的人想吃还吃不到呢。你看你最近毛色都亮了。作为一只上古吞天奥，唯独没想过有一天会被萝卜撑到怀疑兽生。师妹，厨房堆满了，地窖也满了，就连我的床底下都被老四塞了2筐。再这么下去，咱们还没成仙就先腌入味了。
这也太能长了。算是吃龙肝凤碎的，不是吃素的兔子。别叫了，这可是好东西。你看这水灵劲儿，在俺们村都没长得这么好过，肯定是昨晚那帮好心人送的肥料太足了。小师妹，刚才我切开一个，里面的灵气浓度太高，刚才差点把锅给炸了。音质太好也是错，这要是烂在地里，多可惜啊！其实也不是没办法，种好东西得卖给识货的人。既然本地市场饱和了，我们就搞外贸。外贸？啥是外贸啊？就是卖给山外面的人。我们就把这些极品萝卜做成萝卜干，当成顶级天才地宝卖给他们。萝卜干晒干了不就不水灵了吗？新鲜的是蔬菜，晒干了那就是千年灵药。只要包装的好，烂泥也能卖出黄金价。大师兄，你能否把这些萝卜切成薄如蝉翼的透光片？要那种看起来就贵的厚度。那是基本功。二师姐，麻烦你用丝线做一个风干架，我要这萝卜干里不染一丝凡尘埃土。至于小红，用火的余温把萝卜烘干，带点凤凰气息，这价格还能再翻1倍。只要能不浪费粮食，那就干。俺负责发，师兄们负责加工。小兄弟，去！我不收废铜烂铁。我看你那个根儿，那个像是还没长开的细萝卜，没人要吧？能不能匀给我？这根啊，这是刚才在那边田埂上捡的，估计是被谁踩了一脚，断了半截，灵气都散得差不多了。你要这个干嘛？我有老旱腿，听说这山上的萝卜皮儿能发汗。换！你拿好，概不退换啊！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活性这么高啊！不仅是灵气，这结构不对，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灵芝细胞。生机本源，这是这东西种子的源头有问题，这是神种退化后的产物，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必须上去看看，如果那里的土里全是这东西，那裴大人这把算盘恐怕真的要算炸了。吃天婆的针法，放肆！这哪里是 B 级风险，这分明是个披着农家乐皮的绝地。这么好的东西，要是种不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吃上红烧盖饭啊？这底下应该也是土吧？大黄，诺诺，乡士们，猪下流放啊！三师兄，你弄啥嘞？那是震基啊！你要是把这块板撬了，我的高达1号还在调试呢，房子会塌的。可是俺想种树，种树你去地里种啊！地里满了，连小花都只能单脚站着了。那也不能拆房子啊！这房子的每一块砖我都算过承重的。那咋弄？这可是肉树，种下去下个月就能加餐了。师妹，这不是挖个坑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物理空间的局限性。说人话。地不够，那就不能把山洞大点吗？俺看20阶那个针线包明明就巴掌大，里头能装可多衣裳。那是须弥纳金子，是空间折叠技术。除非咱们有新的地皮，你看别人家的地多宽敞。三师兄，你说那个山头俺去帮他们翻图，是不是也算做好事？那是刘长老的道场，你要是扛着锄头过去，那就是宗门宣战。俺就问问嘛，这么大片地荒着，多可惜。发财了！不对，是有地了。哪有地？自定于3日后开启青木小秘境。青木小秘境那是啥？买木头嘞？不是，那里面的规则和外面不一样。据说青木秘境是上古木系大能陨落后形成的，里面不仅灵芝遍地，最重要的是，据说那个秘境的核心是一块没有边界的肥得流油的熙攘母土。谁能拿到秘境控制权，谁就能把那片空间带走。没有边界，肥得流油，还能带走？青木秘境很危险的，听说里面有树妖，还有吃人的藤蔓，历年来折损率挺高。收拾东西，去哪儿？去进货。那个啥秘境，俺要把它搬回来，铺在咱后院。这一趟不仅能解决土地问题，里面的特产咱们还能垄断。看来得给这竹筐加装2个轮子了，不然装太多土，师妹背着累。不能带储物袋，俺在长生村也没用过储物袋，靠的全是那个用禁区老珠子编的大竹筐。
这位师兄，打听个事儿，俺看上面说秘境里有排斥力，那如果俺直接把地皮挖回来，会被排斥不？你说什么？挖什么？地皮啊！如果俺把土装回来，不算违规吧？秘境开启只有3天时间，大家进去都是为了抢千年灵药，你竟然想去挖土？而且实力方的限制，那点土拿出来，灵气就散了。俺不怕灵气散，俺有办法固灵，俺就想知道直接背出来中不中？去吧去吧，别说背土，你把山背回来都行。多谢师兄指点。姓名、风头、修为。蒋诺、杂一峰，连77吧。杂一峰，就你自己？不，还有4个师兄时间，俺们团包。 5个名额，命费50块下品灵石。这要是不把那秘境的地皮刮下来3层，简直对不起大黄昨晚饿了那顿肉。怎么样？报名费交了吗？我算过了，咱们这次进去至少要采摘300斤2阶灵草才能回本。如果是抓妖兽的话，不用那么麻烦。四师兄，你刚才算的那些都太小家子气了。咱既然花了门票钱，就别盯着那些花花草草了。那个只是说了，只要背得动，把山背回来都行。这一次，咱连地基带装修全给他搬回来。这是铁骨竹，硬度堪比玄铁，要是用来做机关兽的骨架。三师兄，别打他主意，能不能把青木秘境搬空，全靠他了。搬空？小师妹，我就不去了吧。你不去，那10块灵石就亏了。亏10块？那绝对不行。老三，你听我说，咱们杂役峰现在的土地利用率已经饱和，如果不去秘境开拓新资源，你的攻防扩建计划就得无限期嘎直。而且如果不去，这10块灵石就是沉没成本，按照复利计算。停，我去还不行吗？我听说青木秘境里的青木神牛常年吃灵草长大，肉质带有天然的木香，若是用来涮火锅，中。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咱这次就不叫历练，叫团建。团建？对，农家云团建，咱是去进货嘞，去搞基建嘞，顺便改善一下伙食。你不中，家里那么多萝卜干需要人看着，要是邱老头趁俺们不在来偷家咋办？你是看家神圣，责任重大。不带我去，那我就自己想办法。难道还不会搭便车吗？杂役峰，你们确定5个人都去？这秘境虽然是小秘境，但也不是闹着玩的。往年进去的队伍折损率可不低。确定。走吧，师兄们，咱去排队检票。这哪是去秘境历练？这分明是去送菜的。就只是他们报名了，全员出动。杂役峰现在是座空山。想要偷家？傻子才看家。肉在哪儿，狗爷就在哪儿。这是什么造型？让呗，结果这路咋恁窄嘞？哎，江师妹，带着锅碗瓢盆进去，是打算在妖兽肚子里做饭吗？楚师兄说笑了，听说秘境里的食材都很新鲜，不带锅太可惜了。食材？在大师兄眼里，回东的都是食材，这狮子看着有点上火，肉肯定柴，炖汤得多放姜。秘境开启，所有人肃静，传送随即落点，生死自负。走呗。这筐咋越来越沉了？哎呦，我的锅没磕坏吧？这可是刚开过光的。都还在吧？都在。这传送阵的落点坐标偏差值太大了，差评。下次我得给它加个稳定器。还好没碎。有人听呼士气频率是快不信了，听脚步声是迷路了，听心跳那是钱宝在求救的声音。走，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业务可做。救命！师兄，帮帮他们吧。当然要帮，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几位道友情况不太乐观啊，看你们这脸色，最多还能撑半炷香。药，我们要药。巧了，我们正好有。这是什么？杂役峰特制百草粗松萝卜干，1口提神醒脑，2口永不嫖食，3口长生不老。多少钱？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虽然跨了宗，但也是缘分，也不多要。哎，我们买，给我们5根。承蒙惠顾，现金交易，童叟无欺。四兄东这一单赚了，够买咱们峰1个月的盐了。那是咱们的萝卜好，神种长出来的萝卜，哪怕晒成了干，那也神干。好了，真的好了。
小师妹，这地方能建分基地吗？不太行，这土太酸了，种出来的菜肯定发苦。不过这地方的肥力确实足，要是能掺回去铺在后山的猪圈里，肯定能把猪养得白白胖胖。走呗，俺刚才闻到了，这风里有一股更好的土气味，就在那个方向。几位道友，既然堵截了，就赶紧找个安全地方躲着吧。前面的路收费可是更贵的。逍遥宗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帮怪胎？咋了？饿了？前面有好多肉。听这声音中气十足，肯定是放羊的走地了。大师兄，俺想吃红烧嘞。列阵，是青木狼群，看规模至少有50只，而且有一头2阶巅峰的狼王。亏了，这波要是打起来，俘虏损耗费至少2000灵石。啥呀？咋嫩熟？这种肉最柴了，炖都炖不烂，塞牙。小师妹，这是青木狼，以速度和爆发力著称，体脂率低是正常的。那就是没油水。俺还以为能给大黄加个餐，这质量扔给猪猪都不吃。大黄，别叫了，这肉不好吃，全是酸味儿，咱不吃这个。这是什么战术？碰瓷流？如果我们现在动手，是不是得赔医药费？这就怂了。看来他们是知道自己肉质不好，不想进锅，所以主动求饶呢。既然这么懂事儿，那就不杀了吧。正好，咱缺个脚力。三师兄，你有绳子吗？有是有，但这种妖兽野性难驯，没经过御兽门的兽魂印控制，直接套绳子会炸毛的。三师兄，把你那个大箱子改成个板车，咱坐车进去。走着，驾！小师妹，这狼回头能带出秘境吗？这可是无本万利的运输队啊！太能吃了，养不起，都到地方卸了磨就放生吧。别啊，老板，能不能给个编制？那个猪筐里的那位大爷太恐怖了，我们不敢走啊！前面好像有人在打架，听声音人还不少。生意来了，狼崽子们加速，咱们去劝架。没人打架，唉，看来生意做不成了。逍遥宗的人，这片百草谷是我们先发现的，你们想抢？紫叶兰、星光苍，还有几株没长开的竹果，土质还行，有点肥力，就是种的太密了，难怪这些草都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营养不良？这是上好的3阶灵草。三师兄，干活了，咱给这些草搬个家，带回去享福。这是什么法宝？别愣着，快点，大黄饿了。住手！那是我们的灵草。这就对了嘛，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连土带根一起走。到了咱家院子里，把土铺开，他们还以为自己没弄窝呢。搞定，收工。各位，我们这是在保护环境，你们那种挖法破坏了植被的完整性。他们是不是往核心区去了？好浓的生机！三师兄，前面有个大宝贝，去晚了就被别人挖坏了。哼，这种级别的异象，这单生意风险很大呀。说明那里的土肯定更肥。这树心是我天剑门的，这等木系至宝应该归我神木宗。核心区混战，天剑门首席战力受损，神木宗阵法已成，2木树心预计在1刻钟内出世。都给我住手！什么人竟敢插手各大宗门的事？还有没有点公德心？这么大一棵树长这么大容易吗？你们看看，皮都给人家蹭掉了一层。四师兄，这么大一棵古树得赔多少？按照市价，万年古木的木材可以造3艘顶级灵舟。听见没？赔不起就别乱动。逍遥宗杂役风介入，目标疑似勒索全场。别在这制造光污染，谎言！什么妖法？都闪开！他要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他也是来抢树心的。好深的心计，好狠的手段，
他想连根挖走，一点汤都不给我们留。江诺图穷匕见，欲以一人之力独吞秘境核心。别怕啊，家里正好缺个折银的凉棚，虽然你现在秃了点儿、丑了点儿，但样样应该还能活。忍着点儿，可能会有点疼。他要动手了，一起上，绝不能让他得逞。这土太硬了，得松松土，不然营养液浇不进去。这土可真够硬嘞，还得再松两下。碰瓷了是吧？我这就是正常干活，土崩到恁身上，我可不赔钱啊。一出破万法，那可是玉木地脉的半生神岩啊！就算是化神期老祖，也不可能像挖泥巴一样挖开。警告：此女手中浓铸疑似上古神器碎片，危险等级上调。这是磕坏了啊！唉，是化灵失水，这种污秽之物一旦淋上去，养木属性会被彻底腐蚀。住手！完了。神树毁了，江诺因贪婪成形，毁坏至宝。那罐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太阴神水吗？那是枯死万年的古树啊，一口奶就喂活了。看来还得再施点肥。马。别瞎喊！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嘞，碰瓷也没有这么碰的啊！那姐姐叫姐姐显年轻，既然活过来了，就好好长着，别动不动就哭给我看，怪吓人嘞。姐姐别走！万能神种，传说中能模拟万物药性的起源之种，这棵树竟然把它送人！这玩意儿能不能种出大白菜啊？算了，拿着吧。既然见面礼也收了，咱俩就算两清了。我还得去前面那座山头瞅瞅，听说那边有几只野鸡不赖。回见啊！他在拔自己的根。姐姐去哪儿，我去哪儿。这里的土太硬了，水也难喝。我要跟姐姐回家。俺家院子可挤了，而且你恁大一块头，我也搬不动啊。不用姐姐搬，我自己走。这古树是秘境镇界之宝，它一旦移位，整个青木秘境就要塌了。急报，目标人物将诱拐秘境核心离家出走，导致青木界全面崩塌，危险等级无法估量。这是拆迁办转世吗？别拔了，再拔地都要让你掀翻了。三师兄，这儿有个大家伙要打包。小师妹，这棵树体积超标了，那就把这一块地皮都带走，正好给咱砸一封，扩建个后花园。稍微有点吵，大家忍一下。鲁班树移山。收工，大黄、小红，别玩了，赶紧去出口接客，咱的生意要来了。小师妹，咱是不是闯祸了？这是违法改造，我这是做慈善嘞。秘境出口在正东方，但那边的空间节点肯定已经乱了。小师妹，刚才你说要做生意，那是自然。老四，你去定个价。老三，把你那大铁疙瘩变个形，变成能拉人的车，越宽敞越好。大黄、小红，别偷懒了，咱要搞春运了。该死，前面的路断了，飞过去！不行，星空禁制乱了，这哪里是秘境试炼，这分明是修罗场。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江诺的危险等级上调到 SSS 级。诸位导游，下午好啊！我看恁好像遇到点交通困难，正好俺不光会挖树，还兼职跑运输，青木秘境专线，直达出口，安全无头。3成票10块极品零食没人，概不胜账。你们这是趁火打劫！你们砸一封不仅见死不救，还要发这种黑心财，就不怕道心有损吗？道心能当饭吃吗？再说了，我这可是为了上好的灵草才跑得动嘞，收点邮费很合理吧？要么上车，要么下去喂狼，恁只有3息时间考虑。大黄，倒计时。我买，这是10块，让我上车。好嘞，贵宾一位，班车2区雅座，请。凭票上车，概不退换，摔下去后果自负。目标人物钱不空，具备极高商业天赋，建议列入重点观察名单。坐稳了。目标人物江诺无法评估，他好像真的只是觉得这很合理。别叫了，吵死个人！谁刚才喊疼嘞？吃点这个止血嘞。
这种级别的天才地宝，竟然被做成了萝卜干，还像撒狗粮一样随便扔。还有吗？没了，那是刚才大黄吃剩下来。等回了宗门，办张咱大食堂的会员卡再说。前面就是出口了，虚空乱流太强，神牛可能顶不住。顶不住，在俺家地头就没有哪条路是不通的。给我开！冲过去！此次秘境崩塌，恐怕里面的弟子凶多吉少啊！我家小子我命大着呢。出来了，小心没有高阶妖兽统战。各位长辈都在啊，这是恁家的娃儿吧？顺风车费结一下呗。陈慧，本次救援行动共计产生费用38000极品灵石，这还不算那一根萝卜干的钱。荒谬！趁火打劫，你们杂役还要不要脸面了？就是几百上品灵石也就顶天了，极品灵石你们怎么不去抢？就是。四弟，他们说咱在抢嘞。喂，那个谁，赵凌峰，还有那个丹顶哥嘞，刚才谁逼那了吗？没有，绝对没有。长老，给钱，快给钱！这波血赚啊！你疯了！10块极品灵石，把你卖了都不值这个价，你还嫌宗门被坑得不够惨？不是啊，长老，您看看我，您仔细看看我现在的状态。这是江仙子给的萝卜干，我就吃了一口，比咱们的枯木逢春丹强100倍。如果这群弟子说的是真的，这哪里是敲诈，这简直是做慈善。那个江小友啊，这是30块极品灵石，算作刚才那几位弟子的车费，多出来的算是老夫的一点心意。只是不知这个萝卜干小友手里还有没有剩余，老夫愿意高价收购。恁城里人真奇怪，没了，都给师兄们当零食吃完了。这种次品萝卜，俺家地里多的是。要是想吃，以后来杂役峰大食堂办张卡就能买。次品。钱师兄，记得把账收齐了，少一个字儿就把人扣下，带回去种地。放心，杂役峰的账从来没人能赖得掉。哎，吓死我了，还以为他们要打人嘞。师妹，刚才那一锄头劈开虚空的时候，你可不像怕的样子。那不一样，刨地是干活，打架是惹事儿。师傅说了，咱是老实人，不能主动惹事儿。对了，师兄，这些人真的还得起吗？要是他们赖账咋办？还不起最好，咱们杂役峰那几百亩荒地正缺人开垦呢。哦，那是好事。那我回去多种点萝卜。到了，下车。记着啊，明天早上准时来大食堂报到。又带回来一群反童。这就是杂役峰，那是9阶的紫玉龙纹草，就这么随便种在路边。少见多怪，那是喂兔子的牧草。这车东西太多了，不卸下来，明天连晒谷子的地方都没了。师妹尽管卸，反正这广场够大。够大？四师兄，你确定？出来吧，别憋坏了。哪个不长眼的？停！那是新来的邻居，不光能结长生果，还能改善土质。小红，你不许烧他。大黄，你也是，别看树皮，那是给你磨牙用了吗？唉，这纹理，这是含有空间法则碎片的西壤半生土。我看家里地不够重，想问问师兄，能不能想办法扩建一下？交给我，我要把杂役峰升级。升级要花可多钱吗？不用钱，这堆电池室正好用来做阵基。至于动力，有现成的神兽做能源，够了。起！二师姐，借你的线一用。只要别把我的衣服弄脏。三师兄，这是要造个空中巴师妹，把神泉水给我。既然要种地，那我们就造一个全修整好的温室，在这里没有四季，只有丰收。蒋诺，你好大的胆子！青木秘境，宗门重要资源产地，你这是毁坏公物，是断绝宗门根基的大罪。毁坏秘境核心者，当废去修为，逐出宗门。那是强求性挖掘，我把他搬回来那是给他养老嘞。强词夺理，
你们都在场，是不是蒋诺强行挖走核心，导致秘境崩塌？别怕，宗主在此，尽管说实话。长老，您误会了，当时若不是蒋师妹开着法宝车把我们救出来，咱们逍遥宗的年轻一代就全完了。行了，既然树已经在杂役峰扎根了，那就这样吧。不过江诺，这树毕竟是原秘境的核心，产出的资源，宗门是不是该有一份？宗主，这树是我凭本事扛回来的，而且它饭量可大，难养得很。难养？那树光是散发出来的气息，都让周围的杂草变异成灵植了。宗主放心，杂役峰也是逍遥宗的一份子。当然，亲兄弟明算账，这价格嘛……好一个明算账！但这功过相抵，秘境崩塌的事儿就不追究了。这老头真抠门，本来还想送他一颗草莓尝尝嘞。息壤不死凤，吞天藕，青木神心，这丫头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成了，全自动灵气循环，自适应温控，它是活的。太好了，终于有地种了！大黄，去把那几袋神种叼上来，今儿黑儿咱通宵加班。恁大一块地，光靠我和师兄们种，得种到啥时候去？四师兄，刚才那些签条里头是不是有老五地寨这一项？是啊。那还等啥？叫他们起来，现在就开工！轻点放，那块石头看着不起眼，那是地脉碎片。还有点卡住了。刚才那是大件儿，剩下这些是刘凤的零碎。哇，这水灵气太浓了，这也叫灵算？这分明是把人家秘境的皮都给刮下来了一层。这就你说的改善生活环境？这就是我的新家。怎么回事？发洪水了？三师兄，咱这院子还是太小了，你看这些地皮多肥呀，不种上东西可惜了。这是上古空间阵法的核心，早就失传了，没想到被小师妹当破烂捡了回来。师兄，要是太麻烦就算了，大不了我把这些牛宰了吃肉，地皮我都堆到后山去。不用扔，普通的房子装不下这些，但如果用这些牛皮和地皮，也许可以试试那个禁术。材料强度不够，承载不了空间折叠。师兄，你疯啊！这能换好些灵石嘞！给你嘞，必须要最好的。鲁班术，起！不好，空间折叠率太高，地基要崩！退后！大半夜的拆房子，顾孙你想死是不是？师姐帮把手，锁边。知道了，啰嗦。外观没来及做渲染，进去看看。全自动温控，湿度恒定，用了工衡节大概有50目的。我还加了个防御模块，如果有人敢强拆，那颗动力炉会自爆，能炸死化神器。师兄啊，是不喜欢吗？我还可以改。三师兄中了狠。行了，别腻歪了，门锁我已经缝上了，钥匙只认小师妹的气息。困死了，睡觉。既然啥都齐了，那就瞅瞅你能长出个啥宝贝来。感觉像是有个老祖宗级别的存在要从土里钻出来。别慌，正常发芽罢了。喝吧喝吧，多喝快点长。这是不是长得有点太急了？这是啥转基因杂交品种啊？去，刚打过农药还没洗嘞，别瞎吃。看着草莓就是个头大了点儿。这劲儿可有点大啊，口感像草莓，效果跟喝了10斤红牛上。以后就叫它长生草莓吧。这个蓝色嘞像蓝莓，估摸是补脑嘞，太硬了硌牙。回头给大黄磨牙是吧？就叫盖麦饼干果。小红看好家啊，明儿就在大食堂上新。要是那些长老嫌贵，我就说是新品种的萝卜，这总中了吧？成会，每人3800灵石，零头给你抹了，我是不是很仁慈？钱师兄不是我们想赖账，是师父下了死命令。哦，邱长老说什么了？师父说谁敢给杂役峰送灵石就是叛徒，立刻逐出师门，废除修为。原来如此，邱长老这是想白嫖啊？那这就难办了。我杂役峰虽然乐善好施，但也不是开善堂的。
那就只能肉偿了。钱师兄，咱们大家都是名门正派，不可如此荒唐。想什么呢？我是说劳务抵债，没钱还就出力。刚好后山那几亩新地也缺人松土。我们是高贵的丹师，怎么能来端盘子？不愿意？那行，我去请戒律堂的沈副堂主来评评理。别叫沈堂主，我欠。好，很有精神。既已入职，那就别愣着了。来人，给这几位新员工换装。还有，咱们大食堂最讲究员工福利，虽然没工钱，但管饭啊。那是员工餐，不嫌弃就吃点。只要干活勤快，甚至可以吃肉。丹青师兄，这活好像不亏啊！刚才露出随手切下来的一块废弃萝卜头，让我给吃了。我觉得我现在能打10个自己。老板，那头神牛在哪儿？我觉得我可以去给他刷个牙。免费的高阶劳动力，还自带炼丹控火的基础，这波赢麻了。四师兄，赶紧来仓库，我又弄着好东西了，这回真是好东西。刚好搬运工也有了。太欺负人了！那江诺不仅私吞秘境所得，现在还把我阁内最优秀的几个亲传弟子扣下了，说是抵债，实际上是在当苦力耍牛。耍牛？千真万确，那是对丹道赤裸裸的羞辱。枯荣师兄，你一定要为丹定阁做主啊！老邱啊，做主的事先放放，我只问你一句，我要的那炉九转延寿丹何时能成？这个师兄你也知道，丹定阁人心繁动，成丹率……我不想听借口。我只剩不到10年的寿元，10年内若不能突破化神中期，或者没有延寿丹续命，我就要作画了。丹鼎阁每年拿走宗门50%的资源配额，结果到现在，你连一颗能让我多活50年的丹药都炼不出来。诸位师兄，我也想快点炼出延寿丹，可是炼制延寿丹最关键的一味生机饮在秘境里。你是说青木秘境的核心？没错。可是江诺把整个秘境都搬空了，他不仅把古树挖走了，连那只半生的青木神牛也没放过，那可是活着的药引子啊！现在所有的延寿材料都在杂役峰，而且我怀疑江诺手里肯定掌握着某种上古神物，甚至可能是传说中的生命本源。去杂役峰，老夫身为内门长老，有责任去指点一下后辈，免得他误入歧途，暴殄天物。江诺，这次我看你拿什么打？这可是3个元婴后期的老怪物，其中一个还是快要疯了的寿星宫。这也太多了吧！我就是吃掉点，本偶可以帮忙。吃，就知道吃，这些是要留着当种子嘞。小师妹，这种红果子，刚才小红偷吃了一颗，差点把屋顶烧穿了。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在大食房卖？我在老家的时候，这玩意儿满山都是，俺们就当零嘴吃嘞，除了有点热乎，没啥副作用啊。信你个鬼！你那个老家是人待的地方吗？杂役峰江诺私吞秘境重宝，还不速速出来领罪！是枯荣长老，这老东西不是快死了吗？怎么还有力气跑出来咬人？走，大黄，去瞅瞅又是谁想来蹭饭嘞。零嘴，我也没干啥坏事，还在狡辩！私吞秘境核心，私扣丹鼎阁亲传弟子赵飞鹏等人。枯荣师兄，那秘境核心就在他身上，请师兄出手收回重宝，把东西交出来，老夫可以留你全尸。枯荣师兄，好大的火气啊！对一个小辈出手，也不怕失了身份。宗主，你要护短。非也，按宗门规矩，只要上交3成即可。江宁这丫头虽然带回来的东西多了点，但也都在规矩之内嘛。许观澜，老夫没时间跟你扯皮，谁敢拦我，就是断我生路。江诺，交出来一部分也无妨，保命要紧。老爷爷，你是不是饿了？是你的身子在喊饿。满口胡言，老夫乃是。别嚷嚷，给你个好吃嘞。虽然叫我咬过了，但味儿还重。你要不嫌弃就尝尝。放肆！拿这种吃剩的垃圾羞辱长老！这是什么品阶的灵果？师兄，别被他骗了！闭嘴！张小友，这能不能给老夫闻闻？闻啥闻？给你吃吧。接着，别掉地上了，怪可惜嘞。师兄不可，那果子颜色鲜红如血，定是魔道用来透支潜力的毒药。
我就说是毒药。那是野猪了，恁大岁数了，吃东西也不嚼嚼。这怎么可能？增加了50年寿元，不止，甚至连早年受损的根基都被修复了。闭嘴！老夫差点被你这个蠢货害死。江峰主，再造之恩，枯荣没齿难忘。别，那就是个俺自己种的草莓，我看你快饿死了才给你嘞。草莓，返璞归真，大道至简，果然是上古神物。江峰主，不知这种草莓你手里还有没有？老夫愿倾家荡产求购一颗。有是有，刚才摘了一盘子嘞。果子里的本源气息绝对能助我突破，这果子一定能治我的旧伤。江师侄啊，其实师伯是来帮你主持公道的，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答应。丫头，我看你这锄头虽然顺手，但这把流光剑乃是地阶法宝，送你切水果用。完了，丹顶阁最大的依仗就在这几颗草莓面前彻底倒戈了。四师兄，你看这咋卖啊？我不懂价。各位长老，这是我们杂役峰在那即将崩塌的秘境核心冒死抢救出来的先天异木长生果，每一颗都凝聚了万年果树最后的本源精华。去，对，特别金贵，好吃。诸位师兄，你们清醒一点，他们这是扰乱宗门市场。闭嘴！各位长老，不是钱某不卖，实在是这东西产量太低，要是卖给这位不卖给那位，伤了大家的和气，多不好。谁敢说伤和气？哎，长老息怒，为了公平起见，杂役峰特此推出一项全新的服务——杂役峰至尊 VIP 会员制度。只有持有这张至尊卡的贵宾，才有资格在杂役峰大食堂的2楼包厢享用特供的长生果拼盘。此卡不卖，只充值。预存100万升级为黄金会员，预存300万。荒谬！谁会为了吃顿饭存几百万零食？钱不空，你是不是非我来一张300万的？这里面有我积攒了300年的家底，零食不够法宝凑，你看那个矿脉契约也在里面，够不够？够，太够了！恭喜枯荣长老成为我峰第1位至尊黑钻会员。江师妹，给长老打包1盒草莓，挑个大的。好嘞。四师兄，咱是不是收太多了？这得种多少草莓才够换啊？傻丫头，他们的钱都在咱们这儿了，以后哪怕是为了不让咱们倒闭，他们也得拼了命的护着咱们。完了，彻底完了，这就受不了了，好戏才刚开始呢。阁主，救命！今天预约取单的王管事呢？还有内门的采购单，怎么还没送来？王家管事说家里临时周转不开，把订单退了。内门各峰刚才发来联名信，说是今年丹药预算已经花光了。丹顶阁在逍遥宗屹立千年，掌握着全宗上下的命脉，怎么可能因为几颗破草莓就倒了？行律长老，我是小邱啊。关于杂役峰非法集资的事，我觉得还需要再……你什么字？我正在闭关炼化长生果，没空听你废话。对了，下个月的供奉丹药你看着减半吧，我现在气血旺得很，用不着那玩意儿。枯荣师兄，咱们多年的交情。哎呀，老邱，不是师兄不帮你，主要是人家杂役峰太实诚了，人家1颗草莓效果顶你10颗，还送果盘，你也该反思反思，降价，搞服务了。只是库房那边出事了，各大长老用未来的丹药缺额抵扣了半卡的零食，现在咱们库房里的丹药有1大半在名义上已经归杂役峰所有了。釜底抽薪，这哪里是做生意，这是抄家！只是您去哪儿？那些退单的违约金怎么算啊？不算了，等阁主出关，他们都要死。不孝弟子邱鹤吟，恳请阁主出关。如今杂役峰以妖术祸乱人心，视丹道为儿戏，甚至公然宣称除道才是天下正统。他们用一口铁锅羞辱了咱们传承1000年的丹炉啊！醒了，那个最可怕的丹道疯子醒了。进账3万，扣除大黄的伙食费，这狗最近吃得越来越刁了，连雷接云都要蘸酱油。杂役峰今晚不接客，要是来赖账的，左转出门去后山。小花正饿着呢。钱四爷说笑了，鄙人商盟执事，奉裴先生之命，特来给杂役峰送一场富贵。富贵？我们杂役峰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不需要富贵。商盟愿意出1000万上品灵石，换取杂役峰长生果在九州的独家销售权。回去告诉裴九算，他算盘打得挺响，我在杂役峰都听见了。想把我的萝卜卖成天价，然后你们吃肉，
我们喝汤。钱四爷，话不能这么说，在这个世道，有时候钱太烫手是会烧死人的。听好了，杂役风的规矩只有一条：概不赊账，只卖现货。那在下便如实回禀了。只是商场如战场，希望杂役风能一直这么硬气下去。不送，出门记得把门带上，冷气跑了要加钱的。哼。裴九算这只老狐狸既然闻到了味儿，怕是不会轻易松口。他拒绝了。是，那钱不空极其嚣张。既然他们不想当盟友，那就当猎物吧。传令下去，启动做空计划，给各大世家透个风，就说逍遥宗即将举办的丹道大会，外围赌盘由商盟坐庄。先生英明。钱不空，你会算账，但你会算人心吗？谁在骂我？四师兄，刚才二师姐说感觉到有一股可讨厌的神识在骚咱的山头。神识？哪里来的？不知道，不过小红已经冲着那个方向喷了一口火，估摸对方现在眉毛应该焦了。师兄吃水果，这批长得可好了，我打算明天涨价。也是，管他什么上盟就算，什么资本围猎，涨！明天挂牌，非 VIP 会员涨价30%。还有，通知大师兄，让他那口锅多备点油。备油干啥？炸这帮想来偷食的耗子！不管是谁想动杂役风的钱，我都让他把牙崩了。好嘞，那我再去拔2筐萝卜。让全九州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财神爷。用锅？你是说有人用凡俗的铁锅炼出了比丹药更精的灵韵？是，那是对丹道的亵渎。亵渎？若真能以凡铁之锅炼化万物灵机，那便不是亵渎，那是道。若是妖术，我便焚了他的人，炼了他的魂；若是大道，那我就要看看是他的锅影还是我的火炼。这一刀得顺着纹理切，才能锁住那股脆劲儿。切个菜而已，哪来的这么大火气？是丹顶阁阁主唐不蹦出关了，这威压霸是半只脚踏进炼虚境了吧？吾乃唐不疑，修丹道400载，听闻杂役风有狂徒，是我丹道传承如儿戏。3日之后，丹道大会，我要在天下同道面前，让你那口破锅现出原形，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吵死了！差点把灰落汤里。这下平了，有点意思。看来邱鹤林没说谎，你确实有点门道。大师兄，这人谁啊？大白天搁咱头顶上放烟花嘞！你是何人？俺是杂役风管事嘞。你刚说要比赛是吧？俺听见了。比赛中，但是决生死就算了，不环保。俺们杂役风是正经生意人，只谈钱。若你们输了，我要杂役风交出所有灵芝培育之法，并且永世不得踏入丹道半步。那要是俺们赢了嘞？本座若输给一口锅，丹顶阁所有资源尽归你杂役风。大师兄，听见没？他要把他的店送给俺们，那咱以后卖萝卜就有直营店了，不用让中间商赚差价了。好，听小师妹的。中，谁反悔谁是小狗。记着把地契和账本准备好。好，3日后我在丹道广场等你们。这直不来，金丝楠木浆做的吧？四师兄肯定稀罕，能卖不少钱嘞。行了，天大的事吃完再说。这汤再不喝，鲜味就跑了。好喝，大师兄做的就是比啥丹药强。那我也去准备了。大师兄，你这口锅虽然材质是万年玄铁，但功能太单一。还有啥功能？能炒能炖不就行了？不够稳，对手是用火的高手，控温很关键。二师妹，不用这么麻烦吧？我就炒个菜。唐不爷的丹回古怪，带着一丝因果灼烧之力，普通的防御法宝挡不住。大花，走，紧合起来。这根好，这根灵气都快溢出来了。这根不中，皮儿太老，只适合炖汤，爆炒的话口感发柴。
这根也不中，水分太足，下锅容易出水。哎，就它了，这紫纹萝卜吃着最脆，自带一丝甜味，还耐过瓮，最适合大师兄大火爆炒。有了这，哪怕汤不也炼出仙丹，光闻味它也输一半。师傅还没睡嘞，俺给你送点下酒菜。这大半夜的，小孬哪还不睡？师傅，你刚才摸刀嘞，要是有人欺负俺们，你就拿刀砍他。为师只是个喝酒的废人，哪有力气砍人？不过要是那个老丹炉敢动你们一根头发，我就砸了他的锅，再拆了他的那把老骨头。裴先生，现在的很诡异。撒一峰那边不仅没有因为高配而退缩，反而有巨额资金持续注入，把原本一边倒的赔率硬生生拉平了一点。那个叫钱不空的小子，有点意思。姬少主也对这种乡下地方的炼丹比赛感兴趣？我对丹药没兴趣，我只对土感兴趣。如果能拿到那东西，姬家枯竭的灵脉就有救了。来了，丹顶阁的人来了！不愧是唐阁主，这排场，这气势，这次杂役峰输定了，拿什么跟人家比？背着锅来，他们是想现场炒菜。大师兄，恁多人嘞？看来大家都饿了。不是，俺是说恁多肥羊嘞。不知死活，有意思。通知下去，外围盘口再追加5000万灵石，买杂役抽赢。吉时已到，丹道大会正式开始。肃信，丹道会乃我辈修士体悟天心造化神秀之盛事，为保公平与庄严，本届大会增设3条铁律：严禁使用长口吹去，以免药性流失，炸炉伤人；第二，炼丹之火必须为自身修炼的真火或天地异火。严禁使用反火、炭火。第三，炼制过程严禁制造切割、剁迹等噪音，违者直接驱逐。这不中！收钱的时候恁不说，现在人都来了，恁说锅不中，锅咋恁了？锅吃恁家大米了？规矩就是规矩，若无丹炉，那便是对丹道的不敬。宗主大叔，有人欺负老实人，这比赛有黑幕，咱不比了，退钱！给钱！唐阁主，这就没意思了吧？堂堂丹顶阁阁主，坐拥9转乾坤炉这等神器，竟然怕了一口炒菜的锅？哈，笑话！既然宗主开口求情，那本座便网开一面，准许杂役峰使用特殊器具，但是所有器具必须经过裁判团的严格检查。中，师兄上家伙！这是凶器，切菜用的，当然得快，不然怎么把肉切进纹理里？器具无异常，准许使用。过了安检又如何？单刀比拼的从来不只是工具。既如此，第一轮考核开始。第一轮辩材，案台上有锦盒1只，内藏残药1株，尔等需在1炷香内辨明其名称、年份、药性、生长环境以及电子剂。连我这个丹道宗师都看不透的东西，这群只会种地的泥腿子能认出来？请吧。大师兄，这费脑子的活儿交给俺。这是什么鬼东西？有毒！这是药材！这分明是毒草！怎么？若是认不出，现在退赛还来得及，免得丢人现眼。不是，这就是俺上次锄地的时候，俺拔了扔猪圈，连猪都嫌不吃了苦麻子。满口胡言！此物带有上古枯萎法则处置肌肤，你竟敢说是喂猪的？不信是吧？还是这味儿，有点涩，主要缺磷肥，更有点发霉，吃着发柴。建议焯水红烧或者多水煨鸡，能催蛋。给个分呗。你不要命了？这可是连唐阁主都忌惮3分的上古毒草。嘿，真难吃死了，纤维太粗，塞牙。咋了？打分呗？不就是吃个野菜，至于吓成这样？这不可能！
那枯荣草乃是至阴至毒之物，你区区一个凡体，啥至阴至毒？恁城里人就是娇气，这点苦味都吃不了。禀告阁主，各位评委，弟子已探明，此草名为幽冥鬼爪，年份3200年，生长于极阴之地，蕴含7种尸毒，药性暴烈，不可入药，只能用来炼制毒丹，且必须用9阳真火灼烧7749天方可去毒。听听，这才是丹道。3200年，这破草虽然长得黑，但看它叶脉的纹理只有3圈，顶多也就长了3年。胡说八道！我用测灵尺测过，灵韵厚度绝不会错。还有，你说有7种湿度，我刚才浇的时候发现只有3种味道不对劲，一种是土香味，一种是酸腐味，最后一种有点麻舌头。那是因为它旁边应该长了一棵雷吉木，它蹭了点电，哪来的湿度？那是被雷劈浇了的糊味。证据呢？证据用它照一下不就知道了？要是你是对的，我把这盒子吃了；要是我说对了，把你那套测灵尺送我，正好我看它长得像把尺子，拿回去量不了。这镜子还挺准，谢了啊！回头让我20阶给你缝个锦旗。能透过表象直接尝出植物的本源骨灵，这是某种触及了生命本质的规则之力。第一轮辩才杂艺风，江诺满分，丹顶阁误判年份药性，扣50分。耶，赢了！师兄，今晚加鸡腿。第一轮只不过是热身，第2轮控火。本座倒要看看你们那口破锅能不能受得住真正的天火。这火看着不太行啊，烤红薯都嫌慢。小红，待会儿你悠着点儿，别把人家台子给烧化了，咱赔不起。放心，我只用1成力。赔率！大人，散户的情绪开始失控了。散户就是墙头草，风往哪儿吹往哪儿走。我们要做的就是造风。麻烦让让。丹顶阁去左边排队，最低100灵石起注。谁说我要买丹顶阁？杂艺风、独营全仓。客官，您看清楚了，现在大资金都在流向丹顶阁。杂役虽然赔率高，但那是送少废话，全压杂役丰盛。要是我要你们商盟在这个分部所有的流动资金，要是输了，杂役风就是你们的。哈哈哈，裴老板，备好钱。有趣，传令下去接单，不论他阿多少，我都接。一个个都掉进钱眼里了，却没人看到真正的宝贝。看到那个坐在杂役风席位上缝衣服的女人了吗？我不关心谁输谁赢，我只要她脚下的土，哪怕是1把，是也要给我带回来。第2轮控火，请双方入场。去吧，小红，别给咱家丢人。那是地心青莲火，还有那个是极寒古灵焰。哼，雕虫小技，变毛生生，也配谈控火？少主说了，那是传说中的息壤，几家枯竭的灵脉就有救了。咦，20阶，这地怎么突然有点软，像是施了肥？可能是地气翻涌吧，别乱动，小心砸脚。这是第1次警告，再伸爪子，剁的就是头。好快的线，告诉家族计划取消，他不是普通的农夫。这是什么火？难道是传说中的？第2轮，杂役风灵宠控火通过。干得漂亮！晚上给你加餐，吃红烧肉。好，既然你们想看真本事，那本座就成全你们。扭转乾坤炉，那是丹顶阁的镇阁心气，曹博主这是要拼命了！决赛现在就开始，把你那口破锅拿出来！今日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丹道。师妹，你想吃清淡点的还是重口味的？刚才吓了一跳，吃点压惊来吧。爆炒。好，那就爆炒。起！9转丹诀，龙啸9天。这是丹劫异象，还没成丹就已引发天地异象。师兄，加稳点儿。这可是古师兄昨晚刚改装的自动控温神锅3.0，别磕坏了。什么法器？防御型的盾牌吗？盾牌你个头！那明明就是口锅，他们带口锅上来干什么？煮野药吗？哗众取宠。本座今日练的是太清9转延寿丹，以此丹引动大道法则。你那口破铁锅，连做我的炉渣盛具都不配。小师妹，备菜。好嘞。
难道是传说中早已绝迹的玉龙参？不对，玉龙参没这么大。这到底是什么未解的灵材？给我镇压！混账！这里是丹道大会，谁准你在擂台上炒菜的？民以食为天，既然是天，我这锅里炒的便是天道。大火爆炒！我怎么感觉有点饿？该死！我的道心居然在想吃一口那个萝卜！给我回来！齐国！各位前辈，丹药有毒，还是吃饭健康。要不先尝一口？炸了！那口锅里有古怪，干扰了本座的丹运，这是无耻的偷袭！锅没问题，是你炉子里的灵气觉得我这边的菜更香，自己跑过来的。我那练了几百年的准仙丹，怎么可能还不如一盘萝卜吸引人？裁判，我要求重赛。本座的丹气尚在，只要聚拢丹气，我就还没输。这就是你的丹道，连你自己的丹气都觉得这盘菜好吃，你还有啥好争嘞？这不可能，这是幻术，这是心魔。是不是幻术？尝一口不就中了？别动，让我看看。太好吃了！这就是大道。那我修的是什么？你修的是偏见，万物皆有灵，你非要把它烧成灰再吃，他能高兴吗？怎么回事？这种劫云不是针对人的。看来老天爷也想来蹭饭嘞。火候差不多了，菜主就要老了。师兄，那是20阶封的那个不？这锅盖虽然丑了点，但保温效果不错。什么鬼东西？一个破锅盖挡住了9霄神雷。别急，还得焖3息，入味了才好吃。这是灭世劫光，这是天道要抹杀这个艺术。宗主别乱动，师兄，这雷太吵了，影响吃饭的心情。那是给大黄留的家残，别让他吃撑了。放心，他胃口好得很。大黄，这玩意儿马嘴得加钱。吃完了这块也是你的。宗主，你瞅瞅，我就说他不是来劈人来，他是想来抢饭吃来。这吃相也太难看了，连锅都想端走。那是什么级别的生物？把天劫当棉花糖吃？味儿有点淡，下回给你撒点孜然。接锅。这香气里竟然蕴含着比极品丹药还要纯净的法则碎片。这是清炒萝卜，这就是刚才连天道都想抢着吃的东西。宗主尝尝。我的，这第一口必须是我的。师兄，看来这生意稳了。我跟你说，脏手拿开！老夫卡在元婴后期300年了，这口萝卜是我的命。老夫寿元将近，这分明是续命神药。诸位，成何体统？还有几万弟子看着呢。哎呦，谁踩我脚？别跟老夫提体统，那是把生之法则炒进去了。谁拦我，谁就是祖道之仇。你是来羞辱老夫的吗？这萝卜用了大火猛炒，锁住了水分，趁热吃，凉了就行。为什么没有一丝杂质？老夫用9转丹火提炼了3000年，都不曾做到如此纯净。你用火逼出药材的药性，而我只是帮他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原来这是顺其自然。本届丹道大会胜者逍遥宗杂役方。邱长老，这时候走是不是不太礼貌？前世子，老夫身体不适，先回去。回去哪里？如果我没算错，此刻丹鼎阁名下所有的资源，甚至包括刚才炸掉的那堆废铁，现在
都姓姜了。你们这是设局，我不认，我是丹顶阁长老，你们不能。嘘。裘长老，俺们杂役峰最讲道理，要么还钱，要么去俺们后山挑粪抵债。我算算啊，你大概得挑3万年。签吧，从今日起，世间再无丹顶阁，只有逍遥宗药膳部。你不签，老朽亲自废了你的修为。合作愉快，接受工作，这就开始。那个谁，手脚麻利点，这青铜炉子是古董，别磕坏了。这以后就是咱们药膳部用来烤红薯的烤炉了。住手啊！这是祖师爷留下的基业，我要去宗门执法庭告你们。告谁？阁主，您这是要……这牌匾太碍事了，挡光影响大师兄晒萝卜干，还不快来帮忙！把这些虚头巴脑的装饰都拆了。以后这里是药膳部，要讲究实用。阁主，您疯了吗？这是要把丹顶阁的根都挖断啊！根早就烂了，我吃了那碗萝卜才明白，既然输了就要输得起。从今天起，别叫我阁主，叫我唐杂。公主，大师傅后厨清理出来了，随时可以入住。表现不赖，赏你嘞。别挡着我们盘库！邱长老，别坐地上了，赶紧把库房钥匙交出来。都在这儿了，还有这几年的账本。小师妹，去挑点喜欢的。特别是那种亮晶晶的石头，大黄不是断粮好几天了吗？中嘞！四师兄，这个能不能给三师兄做个新床板？我瞅他那床太硬了。准了，今天全场消费，邱老爷买单。大师兄，那个龙腰子别切太薄，大黄就爱啃有嚼头嘞。好嘞！我想把后山的围墙拆了，换成9天玄铁的，再装上108门神火炮，谁敢来偷菜，直接轰成渣！俗气！我要去天一阁他们镇阁的那匹云梦锦买回来，给小花做身新衣服。咱们峰的保安不能穿得太寒酸。买，都买！师傅的酒得换成琼浆玉液，大师兄的锅得换成太乙精金嘞。师傅。你说，咱是不是算在修真界站稳脚跟了？诺诺，有时候站得太高，风也是很大的。输了，赌局输了，但数据拿到了。能在这个年纪完成对实体产业的垄断闭环，他是个天才。可惜，他不懂什么叫金融海啸。传令下去，商盟抛所有逍遥宗的债券，明天我就让他手里的灵石变成废纸。3个点，5个点。明儿给师傅打酒。后儿给20节车补，大后儿，这是钱坏了。大黄，你起来瞅瞅，我是不是今儿使大了？这是咋回事啊？别拼了，师傅，钱坏了，明明刚才还好好嘞。钱没坏，是人心坏了。诺诺，你看那边，那是商盟的赤子令，意味着不死不休的商业围剿。从明天起，我们要买的每1粒米、每1寸布，恐怕都要付出100倍的代价。他们是来抢钱嘞？不光是钱，他们要你的地，要你的配方。这一战之后，全9州的恶狼都会盯着你。师傅虽然能打，但挡不住这漫天的算计。师傅，隔壁村的王大爷说过，地里生虫了，不能怕，得治。只要地还在，家就在。不管他们是枪翻嘞还是枪欠嘞，来一个我买一个，来俩我买1双。哎，四师兄，咱这回是真的一夜回到离房前了，现在咋弄？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他们那儿的灵石灵力可是全9州最浓郁的。搁哪嘞？9州商都。看来这回咱们真的要进城了。四师兄，咱在这真能挣着钱不？这墙上镶恁多夜明珠，黑了睡觉不晃眼吗？9州商盟最不缺的就是灵石，人家这是用钱在烧护城大阵。咱们这次出来可是背水一战，要是再不卖点山货换钱，今晚咱俩加上这狗都得睡桥洞。放心吧，师兄，虽说都是些我不用的废料，但应该能换几顿饭钱。坏了，漏电了！什么人竟敢污损护城大阵？这可是3节聚灵阵的阵弦！大哥，对不住，乡下狗不懂规矩。哼，这阵法纹路是用在此地连接地脉的，沾了污秽就要重刻，罚款。一共625块中品灵石。
那个大哥，先前俺们真没带够，昨儿家里遭了灾，余粮都碎了，能不能用东西抵？这块石头重不重？这是俺家用来压咸菜缸的，我瞅它怪沉，应该是个实心货。弟媳，难道是这石头上的露水味太冲，把这帮讲究的城里人熏着了？那个大哥是有点味儿，但我这石头结实啊。你们那柱子不是坏了吗？用这个顶一顶，肯定比原来那个强。快住手！何方前辈在此施法？若是对我商盟有不满，尽管开口，何必动用这种？队长，这女修想拿石头抵罚款。睁大你的狗眼看看，那是石头吗？纯度9%，这是极品黑曜晶原矿。黑曜晶还是极品原矿？一只牙大小就能买半条街了。那是哪个隐士家族出来体验生活的？这玩意儿能抵那600块灵石？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仙子。您二位还有这只神犬，快请进。那就中，省了一笔。这石头我还得留着呢，要是没了它，下一缸酸菜容易坏。咱们之前是不是太保守了？如果那块压缸石都能让这帮城里人下跪下，那你这筐里其他的破烂……走走，咱们不去住店了，直接去那儿。既然这里死要钱，那咱们就用这筐垃圾把他们的钱全换过来。散户收购区在后门，左转直走500米，这里是贵宾交易区，别弄脏了地毯。俺们不是散户，我想买点特产，你们这儿收不收水产？后厨缺不缺鱼我不清楚，但这里是商盟总部，我们只收3阶以上的灵材。你那些小鱼小虾，去菜市场吧。菜市场？我师妹的东西，就算是扔进猪圈，那猪都能立地飞升。师兄轻点儿，那鳞片边缘割手。这是3阶灵材。这玩意儿够不够格进你们的贵宾室？够，3位贵客，请跟我来2楼的甲字号鉴宝室。哼，前面带路，记住了，茶要最好的悟道茶。师兄，悟道茶咱家不是只有煮茶叶蛋的时候才用吗？这儿也有。师妹，出门在外排场不能输，待会儿进去你别说话，光坐着就行。咱们是来谈生意的。师兄，这地方房咋感觉阴森森嘞？这茶还没咱家门口那棵椰树叶子好喝，一股子通醋味儿。这就叫溢价。这商盟垄断了9州9城的生意，早就忘了什么叫货真价实。我是顾占真，9州商盟首席鉴宝师。听说你们手里有点带着龙气的水产，拿出来吧，我时间很宝贵，没空陪你们过家家。这就是那个水产。这就是你们说的龙气？这不是嘞。这当然这不是，你们看这杂乱无章，再看这色泽暗沉无光，这哪里是龙鳞，分明是深海蓝里的老皮。大师觉着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这种充满杂质的废料，炼器师还得花大力气提存，本来是要收处理费的。不过看在你们大老远背进城的份上，商盟做个善事，10块下品灵石，这还是看在那点微薄的所谓龙气份上，拿回去磨成粉，或许能做个低级护心镜。中吧，反正家里还有几百筐，薄利多销嘛。既然量大，那我可以给你们开个长期收购价，每块8块下品灵石，有多少收多少。师兄，咋了？10块下品灵石，这历经万年不雪的龙息，你说是蓝里老皮？在9州鉴宝界，我说它是蓝里，它就是蓝里。这里是商盟，既然把货拿出来了，卖不卖可由不得你们。我看这鳞片来路不正，疑似盗取我商盟库存，我要扣下查验。师兄，他是不是想赖账，还想抢俺的鱼鳞？顾大师，你当我不识货，还是觉得你这商盟的招牌够硬，能只手遮天，把黑的说成白的？竟然敢质疑本座的眼光！在9州商都，我顾建真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说它是废料，天王老子来了，它也是废料。金字招牌，我看是黑店招牌吧。想吞货就直说，扯什么蓝领老皮，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出了这扇门，整个9州商都乃至方圆万里的所有商铺、拍卖行，没有任何一家敢收你们的一分。他是不是在猥亵俺们？师妹，这世上有些狗眼人低的东西，不给他点颜色瞧瞧，他还真以为自己是开染坊的。走。师兄，现在咋弄？要是真没人收，这鱼鳞岂不是真得拿回去剁碎了喂鸡？小红肯定嫌这玩意儿塞牙。师妹，把筐放下。啊？搁这儿？对，就在这儿。这两人疯了吧？敢在顾大师的地盘摆摊儿，看那穷酸样，估计是想讹点零食。师妹，
把那些垃圾都倒出来，就在他对面摆摊儿，我要让他求着我们卖。师兄，真要搁这儿卖啊？这儿的人传得怪体面嘞。怕什么？丢人能当饭吃吗？到，全师兄我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个货实价实，童叟无欺。好家伙，还以为是什么隐士高人来体验生活，结果真是收破烂的。这连个铁块都锈成那样，白送我都嫌占地方。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铁块虽然锈了点，但那是岁月的痕迹。今日开张，只待有缘人。有缘人，我看是冤大头吧？你要是能卖出去1件，本公子把这折扇吃了。师兄，要不咱讲价吧？这木头真嘞可脆，我都不好意思坑人。让，别挡着老夫的路！这不是神兵阁的欧阳叶大师吗？听说他为了打造一把神剑，已经闭关3年没出门了，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这气息……那个大爷，您要是嫌这树枝挡路，我就把它挪开。您可千万别激动，气大伤神。大爷，您这是弄啥嘞？咱有话好好说，别一言不合就兴大怒啊！他还是活的呀！苍天有眼，老夫找了一辈子，没想到在有生之年，竟然还能见到尚未死寂的天外星辰母亲。师兄，这老头是不是饿晕了？这玩意儿也不会下蛋啊！这位老，没错。这正是家师传下来的天外那个什么金，星辰母金，而且是蕴含着太初生机的原矿。它的锈迹之下，那是大道自慧的保护层啊！只要轻轻拨开，真的是星辰母金。传说中只要掺入加盖大小的一点，就能让凡体晋升为灵气的神材。哎呀，坏了，掉漆了，这还能卖出去不？小姑娘，这东西我要了，你说个数。1000万极品灵石，虽然这个价格对于这种神物来说简直是白送，但在下出门匆忙，确实没带这么多现钱。这是老夫随身带的神火令，能调动神魔阁1半的资源压给你。占地8亩，自带地火灵脉，房契就在这儿，全给你。那是流光剑，前几天拍卖会上有人出价300万都没买到的那把。老张果然爽快，成交。师兄，你疯了！这要是以后人家发现被坑了，找上门来打俺们咋办？多谢二位成全。家出大事了！对面那2个要饭的把神兵阁搬空了。师兄，既然那块烂铁都能卖个天价，你说这根烧火棍该不会也能换套房子吧？一套房子？师妹，把这个木头给我竖起来。今天咱们不卖房，咱们拍卖一座城。星辰母金，雷击悟道墓，那个乡下丫头到底是去哪个上古遗迹进的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杂艺风特产盲盒即将上线。备车，去请裴先生，就说有人要在商盟的门口砸我们的饭碗。这是6阶不7阶妖皇的腿骨，上面还残留着道韵，这是被无上强者硬生生嚼碎后留下的精华呀！多谢姑娘，多谢神犬赐宝。这种骨头家里头倒是还有一堆，平时大黄吃剩的我都扫到后院堆肥了。恁要是真想要，下回我给恁带一筐过来。不要预定，把你家那堆肥坑的东西都给我留着，我全包了。这生意不是怪好了吗？生意是太好了，好到有人坐不住了。这不对啊！接到举报，有人在此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所有货物当场扣押，人员带回戒律堂审问。来人，把这些赃物都给我装起来，一颗石子都不许落下。老夫倒要看看谁敢说这是假冒伪劣。你的意思是说老夫眼瞎，还是说老夫脑子不好？欧阳大师，不仅欧阳大师眼瞎，看来我也眼瞎了。你们商盟好大的威风，想把我们预定的堆肥份额吞了。你们商盟是不是想跟九州修真界开战？师兄，城里人都这么讲义气嘞？当你手里握着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时，你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精彩！这一手驱虎吞狼玩得比许多千年世家还要熟练。既然是打开门做生意，那我商盟自然欢迎。只是不知道钱师兄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何你们的货源取之不尽？多还不好吗？这东西长得快，割了一茬又一茬，大家分一分都能吃饱，这才是过日子了吗？把星辰铁比作韭菜，这就是尹氏家族的底蕴吗？裴公子想用以后会贬值来吓唬大家，怎么是想让大家退回来，好让你商盟低价抄底吗？凡是在商都内流通的大宗不明神材，商盟有权核查来源。哎呀，大黄别瞎叫唤，不好意思啊，俺家狗护食，他以为你要抢他骨头嘞。今日是商盟唐突了，
我们走。公子，您受伤了。那条狗有问题。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哼，算了。是，属下这就去安排。收工。师兄，我饿了，咱是不是能去吃顿好嘞？我想吃肉，大块的那种。吃，必须吃！听说这商都最大的酒楼叫醉香居，走，师兄带你去尝尝，看看有没有咱们后山的泥鳅好吃。四师兄，这东西沉死了，换点大米白面多重，这一床石头背回去，肩膀都要压塌了。师妹，这叫甜蜜的负担。有了这些石头，能给你那个漏风的屋顶换上万年雷迪木的瓦片。大黄，尝尝，这可是城里人抢破头的宝贝。你看，师妹，走快点，烧鸡凉了就不好吃了。这城里的风咋跟咱村后山一样的阴森森嘞？是不是要下雨了？不是要下雨，是要脏东西了。大黄，到了，师姐，俺回来啦，带了烧鸡。回来了，先把钱放下，进屋洗手吃鸡。师姐，你搁那修啥嘞？这线咋嫩长？没什么，绣几个沙包给大黄磨牙。师姐，正好这只鞋底磨透了，还得麻烦师姐给补补。早点睡，不管听见什么动静都别出来。能有啥动静？除非这破客栈闹耗子。大黄，守好家产，少一块零食我就扣你一顿骨头。老大，我刚才看得真真的，那一筐全是零食，而且有好几块还在发紫光，绝对是极品货色。那个坐在屋顶上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刚才我探查过了，那女人身上也没灵力，坐在那儿跟个木头桩子似的，估计是负责守夜的。老规矩，动作轻点。上！千层底最讲究走线。老三，怎么回事？别挡道！既然来了，就别急着走，这料子还没拼完呢。这下走路应该不硌脚了，再织一套新衣服吧。师姐的手艺真是绝了。小师妹醒了吗？吃早饭了。谢谢师姐，我就知道师姐对我最好了。好了，快放我下来去吃饭。还是师姐疼俺。太过分了！四师兄，谁惹你了？早饭叫人抢了。我回来的路上看到满大街都在贴这个1级禁令，这可是商盟用来对付邪修魔道的最高规格封杀令。好狠的手段！小师妹别怕，大不了我们回宗门，师兄那里还存着不少腊肉，饿不着。不走，既然他们不卖给俺们吃嘞，那俺们就自己做。出事了，昨天的那些老主顾恐怕也要找上门了。各位客官，对不住了，外面的动静你也听见了，商盟的禁令也贴出来了。既然主人家不留客，那便走吧。老板，来壶凉茶，再弄一盆水给狗。不买，我不做生意啦！至于吗？俺就买壶茶。他不光是不让人卖东西给我们，还在制造一种恐慌。他在告诉所有人，我们是不可接触者。四师兄，怎么了？是不是饿了？忍一忍，出条结界。俺不饿，俺就是觉着这也太欺负人了。他们明明可想要俺的东西，今儿陪酒算贴张纸，他们就不敢要了。他们明明可想赚俺的零食，那个茶摊老板看着零食都咽口水水了，可他不敢拿。这种感觉比某零食还难受。既然正规的路子他给堵死了，那我们就走野路子。二师姐，还有泥巴吗？熙壤虽然没了，但普通的黄泥，城外多的是。好，师妹，把你筐里那些没人要的鸡毛、狗牙、破石头都倒出来。今晚咱们教陪酒，算一个乖。就是他！我兄弟昨天买了这块铁，想回去打把菜刀，结果刚拿回家，全家人就开始做噩梦。那是玄铁里头生了一点煞气，用火烤烤就没了。煞气？他承认了，
这就是禁区出来的邪物。他们咋能这样？这明明都是好东西啊！四师兄，你说这是邪物？没错，这东西有煞气。既然是邪物，你们留着也是祸害，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们回收处理。师姐，动手！哎，你们为了各位的身家性命，这些祸害我们就收回了。退钱！咱们这就去商盟鉴定一下，若是这玄铁真有毒，我双倍赔偿；若是没有，那你得去矿山挖50年灵石。算了，钱我不要了，只要把这晦气送走就行。这就完事了？完事儿，这才刚刚开始呢，师妹。走，有了这批原料，今晚我要让裴九算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都退货了，很好。等他们求告无门的时候，我们再出面。记住，压到1成价。四师兄，10块灵石买个你疙瘩，搁村里能买2头猪了。10块灵石，抢劫啊！对面卖2手飞剑才8块。让开！都给我让开！这不是寒尸老鬼吗？中了玄冥寒毒30年，怎么还没眼前？还有吗？还有没有这种泥鳅？给我来10个，这是救命的神药啊！昨晚这位老板给了我一棵泥鳅树，结果开出这根神羽。师兄，那不是小红屁股上那根？那是焚天神羽。10灵石1个。我也要一个。龙牙，这是上古龙牙，上面的煞气能破金丹气护盾，真的能突破！那是机缘，是煞气突开了瓶颈。别抢，那个谁皮咬还没付钱呢！哎呦，我的手！走，师妹，换个地方接着搓泥。听说了吗？黑市出了种厄运福袋，里面全是禁区神物。什么？有人开出了凤凰神羽，只花了10块灵石。诸位都听说了吧？那个福袋，我有个表弟昨晚买了一个，回家一打开，当场就口吐白沫，那是中了禁区的邪煞诅咒啊！救命啊！刚才还听人说有人开出了神羽，肚子里有火。大家都看清楚了，这就是不听商盟请告的下场。四师兄，那个人好像真是吃了我包进去了那种红果子。哦，那果子怎么了？那是后山长的火辣子，我昨儿看那果子颜色怪好看，就顺手塞进去几个。没事儿。对于外面的修士来说，指不定是什么猛药。排出来了，堵了我10年的丹毒全排出来了。那个果子太劲爆了，吃下去就像吞了一团火，把我经脉里的杂质烧得干干净净。那不是中毒？你见过中毒能连升2级的吗？那分明是洗精伐髓的神效。我就说嘛，杂役风可是能跟禁区打交道的存在，怎么可能卖毒药骗我们？他们说是煞气，其实是药力太猛，庸人受不了。不是，真不可能走。听说就在云岚客栈那边。这也中？这就是认知偏差，师妹。那果子早知道这么好卖，我就不给猪吃了。那可是好几百个猪机器啊！走，回客栈。这把火已经烧起来了，咱们得给它添点柴。那是什么果子？那果子里蕴含的火灵力极为霸道，疑似是传说中的焚天神果。神果卖10块灵石1个，这群败家子儿！把库存的所有流动资金都调集起来。爷，您这是要……我看他们有多少货，全部买下来。我要让他们一颗泥鳅都流不到市面上。等垄断了货源，这神果卖多少灵石，就是我说了算。人呢？裴爷，您回来了。客人呢？今天是1号，各宗门采贵的日子，人哪儿去了？大家可能都在忙吧。拿出来。好啊，真是好啊！不仅客人都跑了，你们竟然也在买那个破福袋。可是刚才隔壁丹顶阁的王长老都去排队了，还为了抢位置跟御守门的人打了一架。去库房，把在这个月准备用来结算各宗门货款的流动灵石全部提出来。全部？那可是30亿灵石啊！要是出了岔子，咱们的资金链……没有岔子，这是必胜的局。四师兄，这图拧得很，咱能不能直接卖图啊？师妹，坚持一下。别叫唤了，你的牙太多了，占地方，回头给你买肉吃。小红别恁小气嘛，反正也是要换毛嘞，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这一批至尊版差不多够了。对了，师妹，那种火辣子果子还有吗？有是有。这种野果子长得快，村口那棵树上全是，我也没咋摘。不急，要是真有人喜欢吃这玩意儿，下回我把树直接挖过来。不急，都让开。大鱼上钩了，师妹，把泥巴收一收，咱们的大客户来了。我不喜欢排队，也不喜欢限购。这里是30亿灵石，你所有的库存，不管有多少，我商盟全包了。裴会长，怎么还要亲自跑一趟？师妹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后院所有的泥球都搬出来！真全给他。刚才那个穿灰衣服的老伯排了老。排队顶什么用？能当饭吃吗？这才是咱们的贵人，真正的院哦不，大金主。大黄干活了。果然是禁区之物。这里面包裹的东西虽然气息杂乱，但绝对是外界绝技的神材。顾建真，清点数目，入库。快，都慢走，小心点，别磕着碰着。裴会长，这可是我和师妹没日没夜的炼制，也就攒了这么多。不管有没有，从明天开始，你们哪怕只做出来1颗我也要了，价格双倍，并且如果让我知道你们私下里卖给别人，那就是看不起我裴九算，看不起商盟。这也太欺负人了！那个姓钱的掌柜也是个软骨头，转头就全卖给商盟了。可是师兄，咱真没货了。刚才那个姓裴的说明儿还要，而且是双倍价钱。咱们带来的货是没了，但你家后院的垃圾堆里不是还有好几座山吗？你是说回去拿？对，回家进货。既然裴会长这么热情，要把全部身家都送给咱们，咱们怎么能让他失望呢？哪怕是把咱们村口的垃圾堆搬空，也要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些真的有人要？有，只要是咱们那儿出来的，裴九算也会当成宝贝供起来。走，大黄，别吃了，套车，咱们连夜回家进货。哇哦，回来给你买一整头猪。师妹，记住了，只要看起来像宝贝的，全都拉回来。裴会长说了，他照单全收。知道了，师兄，你都啰嗦800遍了。我得留在城里布置明天的场地。牛哥，辛苦跑一趟，回来给你加餐。干活了！少废话，不想干活，明儿就把你给那个裴会长当看门狗。听说他那儿顿顿有肉吃。这不是三师兄那个机关刃炸膛手崩飞了零件吗？反正硬得很，除了硌脚没啥用。那是世界树掉下来的枯枝，烟太大了抢眼睛。算了，那个裴会长应该不嫌弃烟大，装上。恁多1辆车根本装不下呀！大黄，去把村里用来拉磨的那几十辆板车都拖出来。干得漂亮！这个烂木头装上，这个碎瓦片装上，这个不知道谁掉的牙齿也装上。这真的中吗？这些东西在村口风吹日晒好几年了，会不会不太好？也是，反正师兄说了，这也是为了教城里人节约资源，咱这是变废为宝，是积德。出发！会长，昨晚入库的泥球都在这儿了。按照您的吩咐，市面上只要出现一个，我们就收一个。会长，这可是咱们商盟80%的流动资金啊！万一那个江诺手里还有货怎么办？还有货？昨晚钱不空那个视财如命的家伙，在客栈门口笑得脸都僵了。如果他们手里真有源源不断的货源，绝不会这么急着一次性变现。会长英明。那我们接下来提价发通告，今日起，商盟独家发售神魔福袋，价格在昨日收购价的基础上翻3倍。是，我这就去办。这就对了，哪怕他是神，手里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而资本的力量是无限的。钱不空那边有什么动静？回会长，钱不空在城门口搭了个巨大的台子，还挂了横幅，说是要搞回馈庆典。不过江诺还没现身，钱不空一直在那儿喝茶嗑瓜子，看起来像是在拖延时间。拖延时间，这就是虚张声势。怎么回事？是哪位大能在城内斗法吗？会长，你看北门那边。会长，江诺回来了。回来他带了多少货？10车还是20车？100车不止，后面的根本数不清。而且什么？而且每一辆车都堆得像小山一样，全是盲盒，满出来的泥鳅滚得满地都是，路边的狗都在那抢着玩。让一让嘞！新鲜出炉的土特产，昨儿刚跑出来嘞，2大官宝。为了回馈各位老铁，这批福袋全是现货。2大官宝，现货批发。这不可能！
禁区怎么可能是个批发市场？那里的规则之力呢？那里的凶兽呢？会长，完了，咱们的流动资金全换成这些泥巴了。慌什么？他有货又怎么样？只要我们买光。师兄，货到了，累死俺了！村口那堆垃圾都叫俺铲平了。裴会长，我家师妹心善，怕裴会长收不到货着急，特意连夜回去拉了一批过来。这里是100车，大概也就3万亿零食。当然，咱们也是老朋友了。裴会长，我给你打8折，这可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价呀！买，你说多少我就要多少。开总库，调集所有流动零食，也要把这批货给我全部吃下来。会长，要是动了那个，咱们名下的1000多家钱庄就……闭嘴！只要货在我手里，明天我就能翻倍卖出去。裴会长大气，师妹卸货。中立。给钱。丹顶阁长期承诺兑票，50亿收，预售阁抵押债券打个9折收。陈慧，28000亿零食，剩下的零头我就给您抹了。这就是商盟的眼光，8阶涅槃果核，看见了吗？从今天起，这种福袋商盟独家发售，1颗1万零食，概不讲价。师兄，咱走吧，天都快黑了，还得回去赶工嘞。慢着，钱不空，这次就算是给你们买个教训，这9州的市场终究还是我裴某人的。裴会长，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乌你现在的货都在我手里，你拿什么跟我斗？大叔，你要是真的特别稀罕这些泥鳅，你可以预定一下。预定？不是结束了吗？这只是头一批啊！村口垃圾堆那边，俺让500个傀儡接着挖嘞，大概还有500车，明儿一早就能拉过来。对了，要是500车不够，俺还能去后山把猪圈铲一铲。大叔，你没事吧？俺20姐说了，年纪大的人不能大喜大悲，容易中风。会长，不能卖了，金库空了，连耗子进去都要流眼泪啊！裴会长，我小妹那500车泥明天一早到，您要是拿不出零食，我可就直接在街头摆摊了。我降价发售，这些盲盒现在5000零食1颗。裴会长，你当我们傻啊？按照这个价格，您的估计连50块零食都不用。裴会长，看来您的独家垄断生意做不成了。那么，你们商盟下达的1级封杀令还作数吗？全城的商铺到底能不能收我们杂役风的货？作废，你们赢了。师兄，这就没零食了，城里人也没多富嘛。钱老板，你那500车货怎么卖？为了回馈9州修士，从现在起，50块下品零食1个，先到先得。50块，我要10个，我要20个！别急，还有2个推荐了。会长，全完了！外面怎么了？江诺他们把盲盒的价格降到了50块下品零食，连街边卖糖葫芦的都去排队了。那我们花5000一块收来的那些货呢？卖不出去啊！大家都说杂役风的才是新出土的，我们手里的是2手货。师兄，俺饿了，俺不卖了，俺要去吃肉包子。行，收摊儿。老板，来3个肉包子。不卖了，不卖了，我要去杂役风的摊子上排队买盲盒呢。你开门做生意有钱不赚啊？妹子，昨天1个盲盒还卖5000，今天只要50，等明天说不定就涨回去了。我这包子铺干1年都不如去开出一个边角料赚得多。灵珠价格翻了1倍，你给我6块零食我都不一定卖你。师兄，1块零食不是能买1个大肉包吗？坏了，咱们手里握着的零食太多了。师妹，咱们手里的这些零食如果放着不花，明天估计就只能当石头砸狗了。那咋办？咱们必须把它们变成实打实的资产。明天一早，咱们就去把城里最贵的地皮全买下来。裴会长，你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我们拿着28000亿的流动资尊去收了一堆破泥巴，现在满大街都是那丫头的盲盒，咱们库房里的货连倒贴都没人要，这馊主意到底是谁出的？各位掌柜，这事真不能全怪会长。谁知道杂役风那个姓钱的这么狡猾？你这个连真红逆鳞和水蛇皮都分不清的瞎眼废物！如果不是你在大门口得罪了他们，商盟能落到这个地步？裴九算，把你的私人灵矿交出来填这个窟窿，商盟或许还能给你留条活路。填窟窿？除了我，这屋子里谁有本事收拾这个烂摊子？通知下去。3天后提前开启9州年度全拍卖会，我要让所有世家都知道，真正的宝物只在商盟。师兄，买着地了吗？城里这群老狐狸精明的很，
昨天3万灵石1亩的灵田，今天直接给我报价10万。那俺们的灵石不就只能堆在屋里头发霉了？哟，商盟的人。钱老板、江姑娘，3天后9州年度拍卖会提前开启，裴会长诚邀2位大驾光临，共赏奇珍。鸿门宴啊！师兄，这上头写着啥嘞？写着拍卖会提供9州顶级的灵液，全是8阶以上的灵兽肉和珍稀灵果。去，他们管饭嘞！想在自己的地盘割我们的韭菜？行，那我们就去教教这帮井底之蛙，什么叫真正的顶级货。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些破石头换成实物资产。今天城东的地皮报价已经翻了5倍，强买不划算，我们得换个路子。钱老板、江姑娘，商盟又来人了。刚才不是已经送过请帖了吗？这商盟咋送个信还分好几波嘞？在下是送来至尊包厢的白玉牌，以及本次拍卖会的名录图册。哼，直说吧，有什么条件？按照商盟的规矩，进至尊包厢是需要验资的。自己数数这屋里有多少灵石。钱老板息怒，这是名录图册，2位慢慢看，在下告退。裴九算是想探我们的底，看我们手里到底还有多少生物。哼！前面滋血神，这不就是营养不良的滋萝卜吗？师兄，你看，无限量供应，而且下头写着吃不完能给玉盒打包带走。行，去，既然要去吃他们的，咱们也得拿点东西去。